这个水龙头开关非常的紧，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用这种方法处理这样子的问题，看看我们能不能成功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个水龙头在开关水拉这个把手的时候，感觉非常的紧。今天使用的方法是直接在陶瓷芯上面上润滑油。在开始之前，我有2个影片跟各位分享过这个分水的拉杆。最早的那个影片，主要是在跟各位分享如何拆解这个分水拉杆，顺便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分水拉杆运作的原理。第2部影片则是一个补充影片，针对这个分水拉杆的部分，因为有一些网友在拆解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就顺便在第2个影片里面回答。除此之外，第2个影片主要也是要跟各位分享如何润滑这个分水拉杆，像这样子分水拉杆拉起来就会非常的滑顺。还是请各位朋友先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能多分享我的影片。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让你省下一笔请师傅的钱，那不妨也给我一个超级感谢。在按赞的那一排右手边有一个超级感谢，也欢迎各位抖内一下。言归正传，我们说回今天的问题。要处理这样子的问题，首先需要把水关掉。你可以上楼上把水的总开关关掉。如果懒得上去，而且你的水龙头后面有安装这个反耳的话，我们可以从反耳这边把水关掉，顺时针转紧，把这颗东西转进去就是关闭。另外一边也要把它关掉，然后打开水龙头确认没有水，这样就 OK。我们今天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拉这一根把手的时候，也就是在开水跟关水的时候，这个把手非常的紧。一般像这种水龙头刚买来的时候，这个把手应该都很滑顺，用了一阵子之后才变成这样子，一般就是陶瓷芯里面缺润滑油。如果是你在刚安装完新的陶瓷芯的时候，有这种非常紧的状况，一般就不是润滑油的问题，而是你把陶瓷芯压迫得太紧。这个部分在拆解的时候我会再提到。之前我有一个影片也是讲有关陶瓷芯的，就是如何拆卸，如何更换一个新的陶瓷芯。没有拆解陶瓷芯，也没有帮陶瓷芯加润滑油。如果你要更换整颗陶瓷芯，可以回去看这个影片哦。首先，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陶瓷芯取出来，把手下方这边有一个盖子，用指甲就可以把它抠出来。用 L 型内6角扳手插进去，我这边使用的是 2.5 号的，逆时针旋转把它松开，松开就可以，不用整个转下来。然后可以用手晃动一下这个盖子，看看能不能拔起来。如果可以拔起来就 OK 了。把这个装饰盖转下来，接下来这里有一个铜材质像螺母的一个压环，我们一样可以用奇异笔在这个上面做个记号，因为这个铜材质的压环转回去的时候，它的扭力需要100牛顿，因为我们没有扭力扳手，所以只能用土法炼钢的方式。大概那个记号面对自己的时候，就大约是100牛顿。因为转太紧或者太松都会有问题出现。我之前不是有提到说，如果你安装了新的陶瓷芯之后，发现这个把手非常的紧的话，就是你这个螺母转得太紧。如果太松的话，水会漏出来，会从这个陶瓷芯跟水龙头本体这边会有水这样子流出来。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水管钳或者活动扳手，带牙齿的这种也可以。但是因为这一个6角螺母它非常的浅，很容易打滑，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套筒加上棘轮扳手。我这边使用的是30 mm 的套筒。如果你这个螺母用钳子很难打开的话，可以试看看用套筒，就非常容易。螺母转下来就是这个样子。之前有朋友反映说，他把螺母拿掉之后，这个陶瓷芯拿不下来。原因主要是因为陶瓷芯下面有一个橡皮，这个橡皮假如长时间压迫在水龙头底部太久的话，
很有可能橡皮就粘在水龙头上面，所以会导致你拿不下来。或者有一些长角的陶瓷芯也会稍微比较难拿一点。这边给各位的建议就是把这个陶瓷芯这样子摇晃一下，让它松动一下，这样子就可以拿下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底部本来有黑色的橡皮，结果你看到这个橡皮都没有在这个陶瓷芯上面，那个橡皮已经跟水龙头粘在一起了。如果现在硬要把那个橡皮抠下来，那橡皮很有可能破掉或是断掉。所以我现在就不把那个橡皮拿下来。润滑之后，我们再装回去看看它会不会漏水。如果会漏水的话，可能就只能换一颗新的陶瓷芯。各位可以看一下，橡皮就是粘在这个水龙头的本体里面。这个陶瓷芯的品牌是 PJ。这个是蛮常见日本制的陶瓷芯品牌。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要把这个陶瓷芯的外面这个盖子跟它这个底座把它分离，就可以取出里面的陶瓷片，然后在陶瓷片上面上润滑油。我一样用奇异笔在这边做了一个记号，等一下可以线对线再把它盖回去。它这地方有个卡扣，用小支一点的1字起子，稍微用一点力把它压下去，然后往下推出去，这样子盖子就可以打开。盖子打开就是这个样子。主要是这边有2片陶瓷片，我们就在这2片的接触面这边上润滑油。陶瓷芯它有陶瓷芯专用的润滑油，如果你比较讲究的话，就要买陶瓷芯专用的。我这边我就使用我手边有的O-Ring用的润滑油，把润滑油抹在这个上面。另外一颗接触的那一面也要抹一些。这一根杆子下面这一块跟这个陶瓷芯之间，这边也要抹一些润滑油。现在我已经把盖子盖回去了，我们就把它装回去试看看。因为我们橡皮留在水龙头里面，那要对准橡皮。再来把这个类似6角螺母的东西装回去。确定入牙正确，我们就把它锁紧，手转不动，再用工具来转。把这个记号转到我们刚刚设定的水龙头的正中间，可以测试一下这根杆子。最好盖上帽子来测试比较准，就比原本的轻很多。原本的这个上下的时候很卡。只要不漏水的话，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这边可以顺便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实作的过程之中，拆装这个陶瓷芯的内部没有想象中的容易。2种方法解决，如果你不想拆装这个陶瓷芯的话，就是最简单的整颗换新。第2种方式，如果你开关有一点紧的话，你直接把这个6角螺母稍微放松一点点，然后测试看看，如果没有漏水的话就 OK。因为你只要把这个6角螺母放松的话，这根杆子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就会比较松。所以结论就是在不漏水的状况下，你不一定要拆这个陶瓷芯上润滑油，你可以试着松开这个螺母一点点，试试看效果。如果真的不行，你可以再考虑拆开这个陶瓷芯上润滑油，或者干脆整个换新。这边测试一下这个手感 OK， 我们就先开水测试一下。我们在调整这个反耳开关的时候，我们热水的部分会把它全开，不要一直逆时针转，一直转，怎么感觉它好像没有转到头一样？因为你如果一直转的话，它这一个头会掉出来啊。我们现在先把它调到热水，然后把它打开，全开，然后我们就开始转反耳这个开关，它就会有水流出来。各位可以感觉一下，水的流量如果没有再变得更大，就表示它已经全开了。这样子差不多就 OK 了。然后各位要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反耳这个头这边有没有漏水出来。如果有的话，就是反耳里面橡皮老了，或者是你把这个头转太出来。
接下来我们要调冷水这一边，冷水这边一般我们尽量就不要全开，大概就是比全开再小一点点，因为冷水的水压一般会比热水大，有些家里冷水甚至水压比热水大很多的时候，如果你把冷水全开的话，有时候你会经常这个调整会很不好调整，多调一点点，你的热水就会被断掉。因为冷水水压太大的时候，热水流量就会变小，热水流量变小之后，热水器就会停下来，导致你洗澡会忽冷忽热，稍微调冷一点，这整个没热水了。解决的方法就是冷水的这个反耳开关不要全开，让冷水的水量跟压力稍微小一点。先把开关开到冷水这边，然后把它打开，然后我们就开始转反耳的开关，把水开到最大。最大之后，我们再稍微把它回转回来，稍微让它小一点点，差不多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再比较一下热水跟冷水，两个水流量不要差太大，也就是冷水的水流量不要大太多，跟热水差不多就可以，这样子就 OK 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的维修有没有问题，再把这个把手拿起来，然后注意看有没有水从这个水龙头的这个腔室流出来。如果有水流出来，两种可能，要不然就是你的六角螺母锁得不够紧，第二种可能就是陶瓷芯跟水龙头之间的那个橡皮垫已经坏掉破裂，导致它会漏水。我这边手摸一圈都是干的，这样子就 OK。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装饰盖给装回去。这个东西呢，不要转太紧，转太紧你下次可能又不好转下来。一样用 2.5 的内六角扳手把它锁紧，再把修饰的塑胶盖子塞回去，这样子就完工了。因为本来主要是这个上下很紧，现在上下就已经很滑顺了，那左右也 OK。最近在网络上看到这种小东西，这个叫做水垢橡皮擦，我也是刚买来试看看，效果好不好？等我试了一下，再拍影片跟各位分享。因为像这种水龙头亮晶晶的部分，经常很容易会有水垢，然后越来越雾。刚好我这边的水龙头，这个你看都已经亮晶晶了，根本就不需要擦。我下次要找那个比较脏的水龙头再来测试，再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如果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帮我按个赞，多分享我的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